少爷，您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的天，房间怎么被你搞得这么乱？啊，这家伙是我的侍从，叫威尔逊，一个地痞无赖。地痞吗？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有在听吗？来的正好，拿些干净的衣服来，还有房间也顺便打扫下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沃伦费凯恩吗？怎么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？少爷，您是不是又在做什么奇怪的实验？并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？房间被搞得这么乱，一定是在长期被无视下学习了黑魔法什么的。我要通过侍从长上报给家主。你作为一个侍从，不光对我不敬，更是对我所下达的命令直接当做耳边风。你还真是有够大胆的。我不是有说过，我特别讨厌麻烦的活吗？喂，你到底清不清楚现在是跟谁在对话呀？上一世的我名叫杰斯，我生下来便是残废，遭所有人唾弃。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。经过我不懈的修炼，我终于击败了那个嫡系的人渣天才堂兄诺亚。什么？输了。这不可能。不过，最终我还是遭到了家族幕后势力的迫害，惨死在了监牢之中。于是，我就莫名其妙出现在了这个500年后的世界，还夺舍了一个半神的肉体。我去就回，房间我也会打扫的，还请不要乱动。对了，顺便去家族仓库里拿一把500公克左右黑橡木的木剑给我。知道了。不管这副身体的原主人再怎么胆小，侍从也不该如此嚣张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这样的无赖到我身边的。少爷，您要的木剑。哟，这不是听得懂话吗？事情已经完成，我就先告退了。那么，现在也是时候来好好训练一下了。可恶，这副身体才挥了几次剑，就已经到极限了。哎呀，真是抱歉，魔力的气息太弱了，我压根没察觉到有人在练习。你说是吧？家族里的废物嫡系凯恩。啊，他是谁？这家伙是莱万阿登卡，是家族的远房旁系，西蒙就是他的父亲。哦，原来是他呀，一个来者不善的家伙。别以为你是家主的儿子，就可以对长辈这么放肆。我的儿子会在不久的真剑大会上狠狠地踩扁你，你会成为第一个被旁系取代的嫡系后代。喂，臭小子，叫我什么？怎么，你爸爸是没教过你身为旁系级别的礼节吗？你小子竟然敢讽刺我的父亲！你在我心里与死人无二。哦，你要试试吗？这小子，别说是星玄了，就连魔力应该都没有才对。可为什么他的眼神仿佛随时都能把我杀死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他只是一个废物！混蛋！废物就应该待到废物该待的地方！少爷，请您住手！文森特，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？还不快放开！少爷，您现在不能伤他，真剑大会不久就要开始了，还请您忍耐一下。可恶！那就真剑大会上见吧，你这胆小鬼！哇，真剑大会终于要开始了！哦，那边看起来很强啊。那是家主。家主一定是来看我的，家主肯定也是看中我的潜力了，特意来现场看我的。我宣布，真剑大会正式开始！碍眼的家伙，快点被淘汰吧！我靠，这小子是嗑药了吗？蛋！什么？怎么没吃饭吗？去死吧！干得好，就是这样，莱万。不愧是旁系的超新星，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了2星等级，还获得了矮人王的神赐，铁人念力，寻常的刀剑根本伤不到他一点儿。
看来旁系战胜直系的历史将会被打破。凯恩，我很快就会见面的。快晋级吧，我会在这里等你的。莱万！比赛结束，我宣布获胜者是莱万。终于结束了。两位少爷，请准备。稍等，我有个条件。威尔逊，是。这场战斗我只会使用这把木剑，我还会提供3次让对手进攻的机会，在这期间我都会站在原地不动。啊，凯恩不是连魔力都没有吗？一个最弱直系竟敢如此傲慢，大概率是疯了。凯恩，羞辱人也要有个底线。家主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自己的失败制作借口。我批准。什么？伊丽莎，你认为凯恩有没有这个价值？我以我的人头担保，凯恩少爷将会在真剑大会上证明自己。你为何会做出如此决定？因为我被凯恩少爷抓到了把柄。是你故意暴露给凯恩的吗？实在是很抱歉。我没有干涉的打算，况且你也并不是我的随从，而是他的，还真像你的作风啊。露娜，不愧是你的儿子。真剑大会我会参加的，凯恩，你需要用行动去向我证明。比赛正式开始。站着死掉！还有2次，上当了！我真正的攻击，第2下短刺。太明显了，一个过度依赖铁人念力来解决所有问题的家伙，弱点简直是破绽百出。大剑本来就不是这还此剑的剑，怎么可能？就算是6星强者都不敢正面讥笑。已经2次了。可恶！你这家伙！你以为学了一点旁门左道就可以这么嚣张？死吧！3次已过。怎么会？那么接下来该换我进攻了，渣渣。这小子什么时候有这等实力了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他运气好才躲过的。莱万，他只是个连魔力都不会的废物，还不快站起来打败他！这一击虽然是武术中的基础，但是曾经的我为了踏上武术巅峰，可是拼尽了我的一切。你这家伙是在刹那间获得了一个砸神的庇佑吧？无知者必将一败涂地。狂妄的家伙，给我去死！怎么回事？一点也不痛。在干什么，莱万？你可是拥有铁人念力，还不快给我打败他！可恶，这副身体只能这样了吗？在真正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的。死吧！就是这样，利用他砍过来的力道。喂，罗杰裁判，等会儿你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，防止意外发生。啊！这小子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？这将是我毫无保留的全力一击。我要在空中解决掉他，一旦失败，我将会陷入昏厥之中。可恶！这个混蛋不要太嚣张啊！来了，台湾的剑道和我练习到了一起，柳利安，我将会替你赢回属于你的一切。在烈焰中涅槃，带着复仇的烈焰归来。什么？空间改变周身魔法的流动，斩断世间一切的业火。斩！获胜者凯恩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失误。喂，身体都已经到了极限，再不去休息你是会死的。现在还不是倒下的时候。我在此宣布，真剑大会的最终优胜者是凯恩。大家都进来大堂吧。你可以啊，不仅有个人资讯，就连每个参赛者擅长的技术和习惯都有。嘿嘿，那当然，冠军所奖励的可是奇迹石，只要吸收了它，
无论受多么严重的伤势，都可以一瞬间恢复到巅峰，相当于咱们有了一张保命底牌。这孩子是有多么的想赢啊！尤里安，虽然我不是你所期盼的精灵王，但我会让你获得比起精灵王降临真剑大会更大的成就。凯恩，这是属于你的冠军奖品。家主大人，分明就是凯恩在作弊。凯恩一定借助了邪神的力量，才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大。出什么问题了？莱万少爷的手臂，他接不上了。这样看来，凯恩少爷他难道真的……我见过邪术，就是这样的。不介意的话，可以由我来回答吗？这次的真剑大会是在家主的见证之下进行的，所有程序都是以家主的权力批准后并进行的。你在公开场合上否定家主的权威，你认为你的眼光能高过家主吗？罗杰队长，请你立即缉拿西蒙。罗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罗杰，还不快把我放开！难道你不知道，此时你应该感谢凯恩吗？依照阿登卡的家法，同样的罪名不会审问两遍。若不是凯恩在此时放下身段，你必将受到家族法规制裁。歉，家主，再这样下去，右手手臂就会永远不行。大哥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有利的时机。神官大人，那只右手臂如果使用奇迹石的话，可以接回去吗？确实可以，但那取决于你。砍断莱万手臂的人是我，如果允许的话，可以让我结束这个悲剧吗？行，就交给你了。如果你想救你儿子的话，就要献出你的右手。好吧，区右手臂而已，我能办到。为了莱万，我说过要防止意外发生。罗杰，神官大人，是，至于女神希瓦呀，请您大发慈悲，赐予奇迹。太好了！神官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为方才的事向您表达谢意，希望您可以收下这个。你主动让出奇迹石的行为，唤醒了我那已经腐朽的内心。凯恩少爷，托您的福，我才能找回我的初衷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的。这个你也收下。倘若您需要神殿的协助，还请出示这张牌。2级神官牌啊！有了它，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2级神官的权利。托您的福，我学到了很多，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。你看我是不是很有用？看得漂亮，尤利安。少爷，家主说要少爷。他邀请了我，对吧？走，带路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能跟城主一起就餐的，就只有排行老2的淡雅公主。没想到，少爷他竟然能办到。凯恩，欢迎。听说你在大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母亲，走吧，你父亲还在等呢。凯恩，呼吸变得好困难，一股令人感到窒息的压迫感，是在试探我吗？叫你来，一是因为你在这场大会上表现得很好，二是你如何看待查尔斯今天所说的话？这毛骨悚然的感觉，是继母所拥有的真相之眼吗？有邪道的可能性吗？目前看起来没有。你觉得是什么武艺，能让一个未凝聚星璇的人，仅用木剑便能砍下2星武者的手臂？他的剑法跟英雄王的剑法相似，那是可以在特殊的方式下斩断一切的技能。又在这讲述这种被捏造的历史说。所以说，这种剑法到底是在哪里学会的呢？我亲爱的儿子，能不能告诉母亲我？原本以为是父亲叫我过来的，看来并非如此。此次对话是由母亲主导，来审问我剑法的由来。说说看吧，儿子。不行，凯恩，尤利安，不能草率编织谎言，不然继母绝对会质疑到底。我来想办法。还在想什么？
快点，尤利安。其实我超怕劲舞的。尤利安，来吧，直面恐惧吧。因为我获得了神谕。好，神谕？你难道不清楚没有获得神的必要？得到的神谕只能是邪道吗？什么？真是可疑呀！跟我重复。如果您怀疑我，可以通过神殿确定。你说神殿？我如果有一丝邪道的气息，3级神官会察觉不到吗？这是埃蒙的奇迹石。是的。在真相之眼中，他确实没有说谎。你真的是在神域中学的剑法吗？是的，我可以短时间内看清剑术的剑路，以剩下的时间加以练习。我知道，短时间改变很容易惹人怀疑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实现阿登家族留下的唯一使命。我只想在众武者和父亲面前展现最强的样子，因为我相信父亲会公正的判断。摸了下巴呀，看起来是很满意。好了，你继续钻研吧。谢谢父亲。英雄王诺亚和大魔王杰斯的剑法很相似，您清楚吧？当然。只要把凯恩认定是大魔王杰斯的剑法，萨米翁家族将无话可说。这是您考虑好的结果吗？我明白，夫人。好吧，你要努力提升武艺，避免给家主增添麻烦。是，母亲。鉴于你在剑法大会表现出色，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。有想要的东西吗？在我力所能及之内。书库，你说想被允许进入书库？请允许我进入书库。书库是3星以上的武者才允许进入，所以我才会拜托父亲允许。好，我允许。不然，把红莲赐给凯恩。拿去吧，这是我和你信守承诺的代价。这把剑是跟随家主久经沙场的绝世宝剑，也可以说是现在阿登卡的历史也不为过。真是一把好剑，虽然一段时间没使用，却依然锋利。有这么开心吗？你别胡说，我哪有这么开心？现在可不是开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完。起初因为召唤的不是精灵神，还有些失落，但现在将身体交给他，还是很放心的。走吧，威尔逊。是，少爷。可以借一步说话吗？这段时间这么努力修炼，真了不起。你在大会上取得胜利，依照惯例要进入赤红要塞，准备好讨伐赤红恶鬼了吗？赤红要塞？赤红要塞是阿登卡为数不多的实战教育机构，获得大会的胜利便可进入，去讨伐下等魔物的赤红恶鬼。还没。现在应该制定计划了才对。你那奇特的剑弩，我看8成就能使用1次吧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听好了。想要打败赤红恶鬼，不能单靠一击毙命。你现在的状态去战斗，恐怕会不敌而死的。继母是在给我建议吗？继母好像是在对我们示好。拥有真相之眼和家主的信任，即使不是在示好，至少也不会有敌意。感谢您的建议，母亲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原本想跟他说一下赤红恶鬼的特征，连问都不问，转头就走了，展现出了无惧无畏的武者之姿，真是很令我期待。今天也要全力辅佐少爷。你又在动什么歪心思呢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干嘛打我？你一定在盘算着如何欺负少爷吧？才没有，你没看到我在洗衣服吗？什么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哼，那当然。少爷现在改变不少，作为少爷的直属侍从，我当然也要改变。少爷人在哪儿？哇，这就是3星武者才能进入的书库啊！没有，为什么1.500年前的记录都没有？
就是说啊，好像被人刻意抹去了一样，唯独留下的只有英雄王讨伐大魔王的这段事迹。看来只能等以后再说。现在首要的目的是讨伐赤红恶鬼，必须提高剑术的水准，要找到相应的训练方法才行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始祖亚斯兰就是使用的大魔王的剑术，那么他会不会就是……如果我说我就是他口中的大魔王杰斯，他会不会被吓到？不行，隐瞒是对尤利安的不尊重。尤利安，你听好了，别太激动。看来你是有线索了，快说快说！我真正的名字是……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真正的名字是……哥，头好痛啊！尤利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现在一点想知道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啊，这种爱情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有人想以不同的形式来记录真相？尤利安，这本小说主角没有心弦，却拥有心弦的特征。像这一部分，不用特意使用心弦去引导魔力的流动，想要让魔力绽放非同凡响的光彩，就要彻底斩断对心弦的执念与构筑。那么自由的魔力才能是最大的发挥作用。有了星旋去对接魔力都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更何况还是放弃它。这里不就有吗？眼下这副身体无法建立星旋，这无疑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走，我们去试试看。少爷，这是真的吗？听说您打败了莱万少爷，还被赏赐了红莲。他是谁？他是市里市烈，因为老家有事，暂时回家了。想起来了，这是唯一对尤利安无限宠溺的人。确实如此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少爷在大会之后会更加受到冷落。好了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新的未来在等着我们。你在这里啊？你是莱万少爷？我有话要对你说，凯恩。不是有话对你说吗？少爷们，你们需要来点三明治吗？我是来还大会上欠你的债，凯恩。没想到他会这样跑来攻击我，这家伙已经知道我的异能击剑，同样的办法应该对他不管用了。石力，快离开这里！可是，少爷您……凯恩，我欠你很多东西，宽恕了我的无礼，还让出了奇迹石，治好了我的手臂，父亲也不再对我那般严厉。我找回了一切，却没有失去任何东西。现在的我能给你最多的就是，我会倾尽所有，效忠于你。莱万少爷向少爷跪下了。啊，你真的相信他吗？他可是莱万啊！他的剑倒着摆，是武者托付性命的行为，他是认真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样也好。虽然我不信任莱万，但我有一个不错的想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接受你的誓言，如果背叛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。这是红莲已经获得家主的认可了吗？我会誓死效忠，无怨无悔。天哪，少爷真的变了好多。虽然这样很不好，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，可以让莱万看一下书中提及到的方法，协助你尝试一番。书中所提到的事情，你愿意帮忙吗？我当然很乐意，不过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？那就开始吧。首先，创造一个可以通过魔力的枢纽，感受魔力在体内的流动。很好，可以再次创造一个枢纽。果然，真的很让人敬佩。在无法建立星旋的情况下，一个嫡系竟能做到如此疯狂的举动。啊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凯恩，停下来，不然出现差错会很危险。已经够快了，没必要心急的。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，想要变强，就要以生命作为代价。
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再一点，再一点点。不行，凯恩！成功了！你没事吧，凯恩？我没事。太勉强了，真的没必要因为心急把之前的心血全部葬送掉。在那一瞬间，我都以为我又投胎转世了。少爷，您在吗？侍从长，少爷们，可以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不用担心，只是冥想中出了一点差错。请您不要说谎，只是冥想的话，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。对不起。既然您不说，那我就不必再多问了。家主让我转告给您，家主说，让您在1个月的时间内，成功讨伐赤红恶鬼。据我了解，父亲好像从未下达过任何通关期限，难道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？希望您能认真对待。在此期间，我会亲自担任监督员，祝您一切顺利。想要获得神的庇佑，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。1个月吗？看来要抓紧时间了。少爷，您千万别逞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事情要和莱万说。好的，少爷。1个月的时间远远不够，我们只能另找方法了。莱万，魔力的流动回路是正确的吗？算是完成流动了，勉强能够完成流动。不可思议啊！这样的话，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就能讨伐赤红恶鬼了。我要开始显现魔力了，应该不会像上次那样了吧？不会，我要亲眼看到你成功的模样。好吧，那我开始了。这个气息是……您是矮人王吗？您好啊！这是矮人王神赐，是铁人的一种特性防御和强身。他真的做到了，没到1个月就获得了神的庇佑。您慢走。有了这个的话，也算有了击败赤红恶鬼的基础了。谢了，莱万。还有个事情要你帮忙。出发，前往讨伐赤发恶鬼。麻烦你了，侍从长。少爷竟然提前2周出发讨伐赤红恶鬼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，侍从长？历代嫡系子女中，在讨伐赤红恶鬼中，从未有人失败。希望少爷能顺利通过，不要做第1个失败者。你有点担心过头了，侍从长。我会向父亲再次证明我的实力。少爷，您对赤红恶鬼有做一些研究吗？想要打败他，是需要3仙武者多次致命强攻才能击杀。据我所知，少爷您还未到3仙武者。你不必担心，还没到需要研究的程度。是我考虑太多了，不好意思。看来是到地方了。是的。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赤发恶鬼的栖息地。虽然没有确切的名称，但这个地方被称为旧神殿，是始祖亚斯兰打败了大魔王所留下的恶魔而建立的。又是亚斯兰啊，这里一定另有蹊跷。现在主要任务还是赤发恶鬼。接下来，我来开始准备。魔法屏障吗？看样子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屏蔽和控制敌人的数量。侍从长，接下来请你把看到的情况如实上告。我们可以先避开，然后使用异能击剑。不行，大型武器一旦拉开距离，必定苦战。现在，正面迎击！现在，休想再挥动你的镰刀！果然，
进展是有用的。真没想到，赤发恶鬼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矮人王的庇佑，竟能让我这副缺乏锻炼的身体达到这种程度。赤发恶鬼的攻击性极强，但是这个家伙一直在防御，现在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。下一击必定是最强一击，那么我将更容易找到异能击剑的剑路。看清楚了吗，侍从长？少爷真的不清楚吗？无法单次击杀赤红恶鬼的原因，是因为赤红恶鬼他拥有2次复活的能力。少爷，早在500年前就知道他拥有2条命，速度变快了。仔细一看，外观也不一样了。重生之后的赤红恶鬼，速度和力量全都增强了，并且更加狂暴。有点危险啊，退到死胡同了。现在的情况必须改变原先的计划了。暂时不用，因为他和我们一样，都在等可以发动一击毙命的那个时机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突破口。作为监督员，不能随意插手战斗，一旦插手战斗，将会认定失败。露娜大人啊，请保佑您的孩子。露娜大人，你也很强嘛，加入我们吧。你不介意我杀盗的身份吗？当时我一度以为他疯了，我已经厌倦现在四处盗窃逃亡的生活，或许也是被他所坚定的选择受到了鼓舞。最终，我加入了他们。抱歉了，食人魔，攻击你的不是我，他永远没有比自己强大。讨伐成功。在我毫无希望的生活中，他的微笑就像一道光照亮我。